刷到一个视频，你们刷到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拍戏的视频，跟我说我当时不端着不怎么样，但是我现在端着，我端着吗？我特别想问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一个生活费大概不到3000块钱的我的状态，当时没有这么多社会压力，我不需要每个月固定支出这么多的钱，我有什么可以烦恼的？所以我很快乐。你们如果觉得我那个状态，但我那不是我想要的状态，我达不到我想要的目标，然后现在是我很舒适的一个状态，你们就说我装逼。OK， 那我就装逼，我喜欢装逼，可以吗？我承认，我喜欢装逼，可以吗？我现在很装哎，我现在装吗？我需要把我所有的履历摆出来给你看看我有没有资格装吗？还是怎么样？谁不喜欢装逼呢？你们不喜欢装逼吗？搞艺术嘛，搞艺术就是搞装逼的呀，对不对？只不过是有人知道了，其实之前老的粉丝知道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子。很多他们觉得我就应该是一个很乐天的性格，但是如果我是那个乐天的性格，你会发现我当时拍的戏好像没现在演技好。这个东西跟人生阅历有关系。我经历了什么？我经历了3年吃不起饭，我就是经历了这个。所以跟你们说，可以顶峰相见，你们要认清自己能力在哪，然后就去努力就好了嘛。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私信里很多人会把我当成树洞来说自己的一些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的人生的一些问题。我如果看到的话，我会给回复。然后还有就是有很多考试的孩子这个在给我留言，希望我跟你们讲加油。 OK， 该高考了，你们要好好加油，好吧？反正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但是你们可以去喜欢我的角色。考研加油！也给你们讲一个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很重点的一点，之前是家里人在养着我，现在是我在养着家里人，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需要支撑住很多的人的生活，而不是我每天玩每天开心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你们去看之前的直播是那个样子。我之前喜欢听摇滚，我现在并不喜欢听摇滚，我觉得吵。一个道理啊。高考加油！干嘛了？你们要知道，3年的疫情其实杀死了一批演员，该转行的转行了，然后该干嘛的该带这基本转行的人太多了。我自己的朋友也有很多已经不再干演员了，就是完全没有饭吃。但是我已经这么大了，快30了呀。你们拿我20岁的视频跟一个快30的我来做比较，觉得我现在在端着，那请问你们70岁的时候
还会去酒吧卖醉吗？还会去喝个通宵吗？如果你们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OK， 我也可以演成我20岁的状态。26岁还小嘛，还有4年，30而立，我得在30岁之前做出点成绩来。28，你们的岁数是你们的岁数，我的岁数是我的岁数，我对于人生阶段的要求是我对人生阶段的要求，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在努力的活，这个东西是一个很令人值得赞美跟歌颂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在为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去努力奔波。当我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给到我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要改变我自己。我应该是一个可以达到我人生目标的状态。那这个样子，然后你们说我装，好，我装逼嘛，哎，我最喜欢装逼了。没有看恶评，我应该允许他们给我负面评价，就像我允许大家，如果我没有允许你们给我正面评价的话，我当然不会允许他们去给我恶意评价。那么当你们给了我很多正面的评价的同时，也要照顾到一帮人，让他们有权利来骂我，这个是一个很公平的东西，对吧？我有什么好黑的？只能说我装逼，对吧？但是我装了什么逼？我跟你们讲顶峰相见，我跟你们讲艺术形式，我跟你们讲正确面对人生，然后就是我装逼。那怎么不装逼？抽烟喝酒烫头，没有正形，就是不装逼吗？就是很放松的装。你们要知道，有的人就是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是他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不在乎他们说什么了，就是你们我有的时候其实跟你们聊一聊啊，我们反正也是平级，我们是朋友，对吧？所以，就有的时候其实你们觉得一些评价我会生气，我做出回应就是我生气了，不是的，而是你们发问了，我来给你们讲是为什么。既然你们有这样的疑问，那么我身为知情人士，我为什么不给你一个最准确的消息呢？就跟你问我会什么，我会告诉你我会什么，我不会什么，我哪个类型我演不了，我也会直截了当告诉你，对吧？这是为什么我会拒绝很多戏的原因，是他们只看到了我的流量，只看到了我的经济价值，他们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演出来我并不适合他，这就是我会拒绝一些戏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外形也好，或者我的整体给人的感觉也好，都跟这个角色不合适，那么我不会挣这份钱，你包括你像我很少去挂什么小黄车链接，原因很简单，给我开到的价格很好，这是一个很好吃的饭，但是我没有选择吃，是因为首先我可能对这个东西不了解，其次就是我自己没有用到。你会发现，如果我挂小黄车这个东西，肯定是我本身就是在自己花钱购买他们的产品，结果机缘巧合的就是找过来，让我可能要去挂个车，就是这个样子。我长期在用，我才会，我说白了，我现在的说白了粉丝基础量这个东西，我是应该对我的粉丝去负责的，
我应该对你们负责呀。就是我不希望因为我的一些可能我为了挣钱去带一些产品带货什么的，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商业目的性。我的目的是挣钱，因为你们是我的粉丝，你们有我的流量，我有我的流量，我可以通过我的流量变现，对吧？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觉得无所谓，不是无所谓，是这份钱我挣不挣无所谓。我非常怕的一点是，就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是，当这个比较有公信力的这个人去为了钱去接一些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完全没有尝试过，完全不了解，吃相很难看。万一有的东西它出价很高，但是它本身不合格，那么比如护肤类产品，那么你们的脸会烂掉。我不希望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我还是希望对你们负责的。就是你能明白，当这个人的流量越大，他其实越应该做到自己责任感的那些东西，因为它会影响到很多人。但是呢，我每次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就会有人觉得我装逼，就听不进去。但是你们听不进去大道理，但我该讲我还是要讲，总得有人说吧。你就像我向为女性发声这件事，总得有人说吧。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为什么还不让人说呢？对吧？这是为什么跟你们讲，你们说我装，我也不会讲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我全都知道。好的不好的所有评价我自己非常知道，是因为我要做市场调查。骂我跟夸我，喜欢我跟恨我，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对吧？我这个年龄为什么要关注吃喝玩乐？如果我有1个亿，我不干演员，我天天吃喝玩乐。如果我手底下没有那么多，没有员工要养，没有，我需要给他们饭吃啊！我吃喝玩乐，谁给他们饭吃啊？这是一个责任，这是一个你身为领导者的责任吧。我之前很开心，是因为我之前是个打工人，我只需要把自己的这些安排下来的任务做好，我就完事了，就 OK 了。就你们能明白，其实那段日子我是真的很开心的，每天我什么都不用管，手里没钱了花超了，买模型啊，打游戏啊，花超了，喊声妈就完事了。但是我觉得这不对。我没有办法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我要不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生活就会砰砰给我2拳，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嘛。而且你要知道，因为现在流量基础在这儿，你能明白叫做我在给人打工的时候，我不用为我说的任何一句话负责，我不会影响到任何一个人，但是我现在说话会影响到很多事情，就是身份位置的转变会给人很多的改变。你怎么老皱眉头啊？因为习惯，不是因为我生气，是因为这是我的个人习惯，可不可以允许我有这样的个人习惯？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自由，
就是你能明白我现在虽然我能懂大家是其实很多意见是在对我好，但是很多的时候这个意见让我自己自身不舒服。就是我自己如果我是按照这些意见完全做的话，我是在为我自己活着，还是在为我的流量活着？我喜欢女的，我是个死直男，我跟同性一起上厕所都没有办法的，我看到他们尿尿的奇观我会恶心。我喜欢的是女孩子，不用揣测了，不是你得不到的就一定是 gay， 就是这个样子。没想到我会游泳，我蝶泳自由。哎，好，我说出来又有人说我装逼了，但是这是我通过努力得到的技能。我会自由潜，然后蛙泳、自由、蝶泳学到一半，然后就因为一些事情，我上学的一些原因就没有再学了。我的所有的逼，装逼的逼，都是我通过我自己的时间来学会的技能，只不过我不会谦虚的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啊一般般，不会。我如果做得好，我会告诉你我做得好，因为这个是我在竞争工作中的筹码，养成了我这个习惯。我非常不喜欢就是弯弯绕去混局去敬酒，因为我也不喝酒，我觉得很虚假。不如告诉你我能带给你什么，我需要你给我什么，这是我谈工作的方式，所以可能会让我现在养成了这样一个语言的习惯。没有，我还是需要照顾他们的嘛，因为这个东西毕竟我直播就会有人看，我应该做到一个起码令大部分人会看起来舒服的状态。对不对？就是我尽量能做到。如果你们觉得之前的那个东西你们会看起来舒服，大部分人会觉得看起来舒服，我也可以。每天 Hey everybody， today 我今天我要吃什么东西啊？你们要不要吃一口？我也可以。我可以装得很，我可以演出来。所有的人，你们看到的所有荧幕上很多的东西都是可以演出来的。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我也是当了老板以后被人骗怕了，我很恨这种骗子，我很恨这种骗子。就是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感觉婆婆妈妈的，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过程，婆婆妈妈的，没必要讲，因为都已经经历过了且处理完了，结果也基本都是我预料之中或者是我可以接受的。那么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是我很谢谢你们给我提这样的意见，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初心是想为我更好。因为我的确知道我有的时候看的状态很累，然后你们不希望我这么辛苦，但是我要是不这么辛苦，你们看什么呀？对不对嘛？是不是？我要是不这么辛苦，你们看什么？你们这么喜欢我，我这么谢谢你们，我当然要更努力的工作，给你们带来更好的东西才对。这应该是我做的。没事，我就不用那个元宝，你不用管。就是我承认我很喜欢装逼，是因为我的装逼没有人可以打我的脸，因为我说的是实话，只不过会给人感觉这个人为什么距离感这么强。
为什么是一个高位者姿态？哎呀，我怎么给你们解释这个事情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办法解释，真的没有办法解释。我刚刚脑子里想了很多的解释方法，现在没有办法解释，因为很多就跟你们其实有的时候跟我讲一些事情，我会给到你们的建议，一定是你们这个事情我可能之前经历过，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也只是建议，而不是告诉你们怎么做。感觉好像是在说教的样子啊，就可能我这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比较认真吧。因为我其实有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中或者成长经历中经历了什么，所以我不会评价你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不配，我没有经历过你经历过的，所以我没有资格去评价你。这个是我的概念啊。我非常讲究平等跟平衡啊。那个做我星盘分析的小朋友，他的这个小姐姐，她说的很多东西其实大方向是很准的，因为我好像大概知道星盘是需要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时间的，但是这个我不会告诉你们，所以它只是一个大方向，基本是准的。我也很谢谢你们单独为我来费心的做文案来拍摄这个视频，包括后期，很谢谢你们。感情方面的你们要听吗？我能先开会儿歌，好吧？我大概把手机电量拨到40%我就下播，因为今天我是刚剧本围读完，我一会儿还要去拍海报什么的东西。只不过是现在没有到我的定妆阶，就是没有到我的定妆阶段，所以我不用过去，我还要再等个大概几个小时吧。感情方面你们想问什么？不要问关于我的感情问题哈。你们如果有什么想要感情概念上的东西，可以问一问我。给孩子一些建议，首先你要找到一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你父母也跟你说过，因为我其实是经历过的，我是选择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专业在学，但其实这个专业在毕业之后就业方面可能有问题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给到你的建议是，进入大学以后，其实你应该为自己进入社会去铺路了，并不像很多高中老师说的，你高考完了就可以放松了。其实孩子，我跟你讲，大学毕业是你人生刚刚的开始，前面是新手保护期，后面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你在大学应该学会的是社会关系的处理，以及很多遇到问题的自然心态处理。刚刚看到有人问了，我现在的确是个老师，我会去大学做课讲师的。这就是我当时非常开心过日子的时候没有办法做到的东西。为什么总是这个姿势？因为这么着我舒服啊！我当然是要以一个舒服的状态播。
对于读研怎么想，这是人生的一个选择。你是选择将自己的赛道开辟一条 DLC 的支线，还是通过在这个你在前期新手准备阶段，人生的新手准备阶段，其实考研也算，所谓的这个东西就等于你的初始等级，你如果不考研究生去积累你的工作经验，其实跟你研究生毕业以后的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你接触到的人跟圈层可能会不一样。然后对于工作，然后我知道其实很多人会被家里安排工作的这件事。首先你要知道，父母是对你好，父母在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对你好，可能这个东西不是你想要的，但是你们也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去冷脸相迎，去吵架，不要这个样子。父母养你们这么大是花了很多钱跟精力的。因为我其实有知道，就之前有人在跟我这么聊过，就是其实家长有的一部分家长会是给孩子安排的以后的事业，其实是他真正想干的事情。你之前打过架吗？打过呀。谁年轻的时候还不能是个混小子呢？我是突然有一天知道自己想干嘛了，才有机会考上的大学。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在什么阶段干什么事，是因为我也经历过。我是突然明白自己这个样子的混社会，我就是个废物。如果我再不改变我自己，再不去学习，不考大学的话，我出来会起跑线比人家低很多，我这辈子就没有赚大钱的机会了。所以跟之前那些所谓的学校混子断了所有的联系，把自己闭关关起来，学了人家3年的东西，考上了大学。在大学我在干嘛？在大学我在想我毕业以后可以做什么。我在餐厅刷过盘子，我当过西厨，我就差没有当过保洁了。对，积累经验嘛，学会你想成为人的谈吐，学会他们的思维逻辑，学会他们的行为方式，你才能够跟他们同频的思考一些问题，你才知道他们是以什么角度出发的。人是要不断完善自己的。但是你们如果问我，我也不会给你们制造一个像现在很多演员一样一个很完美的人设。我不完美，我有太多的缺点了，我是一个很操蛋的人。我可以这么跟你们讲吗？可以吗？对，我可能说话非常直白啊。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骂我自己的人，就是我有很多的地方会在我的及格线内，但是没有达到我心理预期的事情，我自己的能力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在一直不断的在往上走，我在学，在尝试。就像你们刚刚问我打过架吗？打过。我之前就是一个坏孩子，我就是一个混子。但是我突然有一天想明白我要干嘛了，就高3那1年，当我看到我身边的人都在努力奋战高考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在翘课去网吧。但是突然有一天，
突然有一天我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如果我连一个大学都没有上过的话，除非我家里边真的可以帮到我在社会上立足，不然我这辈子只能坐在社会的最高，也就是中层了。我可能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工人，我可能是一个很优秀的蓝领。当然了，工人人家有技师，好多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技师很厉害的。我跟你讲，工程师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真的。我觉得可能很多女孩子不了解这个东西，工程师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你别管是本科还是大专，我跟你讲，术业有专攻，在什么时候都有人比你牛逼。如果你们都已经有孩子了，我非常希望你们是怎么样？我很感谢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个非常快乐的童年。老甄到现在从来没有，老甄到现在从来没有做过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但其实这个很多的一个根本源于家庭教育。我妈妈在我特别小的时候一直是这样一个教育方法管我，就是放养，只要我不给我立好规矩，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放养。当他不管我的时候，我的确发现有的我很感兴趣的事情让我变得不感兴趣了，我反而会去主动的学一些东西了。不要让你们的孩子的童年觉得他们没有玩够。当他们没有玩够，那么他们会在以后成年之后把小时候没有玩过的东西疯狂的补回来。我就是，只不过我是玩够了，但我的物质欲望可能没有够。所以假面骑士、模型、车，我在买我小时候喜欢的东西，是因为我有能力给我了，我有能力把它给我了。可能在当时是一个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东西，但是现在我有能力了，我就会把很多的钱放在这上面。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我明白它可以有更好的去处，就是更应该干的。这是我的建议啊，这是我的建议。当然了，你们每一个妈妈、每一个爸爸都有自己非常独特，就是自己的特色嘛，也有自己的责任跟自己的环境。我只是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情况。如果有帮助的话，那我很开心。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觉得不切实际的话，就当我就纯属就是耳旁风就好了，就不要听就好了，当我在废话。然后刚刚我们绕回来，你们在讲谈恋爱的这个话题，不要因为你的伴侣导致自己出一些什么状况，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这个人选的对，那么他将是陪伴你一生的人。
但是如果你这个人没有选对，他只会在特定的时间给到你情绪价值。当他没有再给你输出这样一个你很喜欢的情绪价值的时候，你为什么留着他呢？为什么？他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经济价值，也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情绪价值，每天在让自己过得精神内耗，那这个人就没有必要留了，没有必要留了。这不是爱，这不是爱，这是你的执念，这是你自私。而且爱是会消失的，爱不会消失，但爱会进行一个波动的循环，所有人都是，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但是爱是什么？爱是责任，爱是责任，真正的爱其实是责任。你受过伤吗？我没受过伤啊，我是一直看得很开啊。我是会没事研究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个演员，我可能会遇到不同样形形色色人物经历的角色，我是需要思考他们经历什么的。他们经历什么，我只有真的我想清楚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才能演好啊，对不对？这不是说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剧本上写什么我们就要演什么的。演员应该是要给片子来负责的，而不是对自己角色负责的。他当然是对自己角色负责，你对片子负责就是在对自己的角色负责。你应该让这个人物他是可以立得住的，他是可信的，他的逻辑性是通顺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剩下就是让他更生活化。就是你们能明白这个东西其实很有趣，爱这个话题很有趣的。就像我们来给你讲一下霸总是什么。霸总不是强制爱，强制爱是一个类别，是一个方式。霸总是一个大门类，就类似于狗。是你的复制，你需要有这样的经历，你才会更自然的演出来。当然你靠逻辑来演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东西是你通过你的人物逻辑来，这个人类心理学或者人类心理逻辑学
人类行为逻辑学来分析，也是可以演出来的。我跟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现在我之前也讲过，很多他们会用很夸张的配饰，我很烦，因为我平时也穿西装嘛，我对于西装整个东西我很了解的，就是他们很多这个很夸张的配饰啊，带几个小弟啊，豪车啊，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东西叫因为演员本身没有气质。因为短剧这个类目一开始选的这些霸总的演员是没有自身的贵气在的，他撑不起来这个设定。特别简单，你看着他就没钱，你信他说的话吗？动不动1个亿、1000万、2000万的，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不要那么严肃，我也没要严肃。你不觉得这个话题一点都不严肃吗？多好玩啊！内涵很重要，你的知识储备量很重要。你第一印象会不会让人觉得你是一个很沉稳的人，其实是在于你的知识储备量的，你的修养，你的内涵。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学都不算晚的。也有直播的，你们要不要跟老叶打个招呼？要不要跟老叶打招呼？你赶紧过来，别找面膜了，你找不着，我哪有面膜啊？你没面膜啊？你觉得我护肤吗？呀，是叶木心，你怎么今儿这么肿啊？我刚睡醒，我病了吗？好，多少人呢？1.4万。哎我操，牛啊！行了，我快下播了，我也该下播了。护肤，啊？哪个丢了呀？要是到了，人家给放到别的衣架了。你那个快递员放到别的衣架，这是签名照。那个也是照片。对，我那个也是签名照。你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拿？我不知道那个快递站在哪。2公里，得明天送。那就明天吧。这是男的，这是我兄弟，这是我过命的兄弟。都经历啥？别问我你经历了啥，都是过去。人家要面向未来，有很深的羁绊，然后也是比较交心的朋友。包括我很努力，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能起来，我要带我身边的好朋友全都起来。把美好分给大家，就这个样子，包括你们哦，你们也应该这个方面可以向我学习啊，这个东西我完全不谦虚的，去对你好的人好，去对你爱答不理的人，去让喜欢你的人更喜欢你。因为你永远做不到所有人都喜欢你，所以就让你喜欢你的人，已经在喜欢你的人更加喜欢你，因为他们觉得你值得他们的喜欢，那请你做到一个相匹配的态度给他们。
然后给你们解释一个人类为什么会非常的愿意更关注，包括我也在内啊，会更关注一些不好的评论，是因为所谓的帅而不自知这个事儿是不存在的，事实就是。而且我其实只能说你觉得自己帅不帅，就是你就像我从来没有觉得我自己多好看，但是所有人都说，很多人都说我帅，那么我自己可能不知道我帅吗？只不过我自己不认可这一点，但是事实是的确是这样。然后所以正面的评论啊，大家基本就是看完了很开心，但是不会去回复。但因为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夸自己，所以他们会更加的去在乎这些不好的评论。人性，人都会有欲望，人都会有虚荣心，人都希望别人夸你，人都希望自己更好，是这个样子吗？我要下播了，7点了，我要下播了。还是那句话 ，See you next time and thank you everybody。我下播了，因为我感觉我今天可能不会更新抖音，所以提前说晚安吧，晚安。大伙谢谢你们看我直播，谢谢你们陪了我大概1个多小时，辛苦了。See you next time.